有缘人，一个人如果越穷，就越要做布施，因为这才是真正反转命运的钥匙。然而，很多人以为布施是有钱人的游戏，只有富足了，你才能够去帮助别人。但事实恰恰相反，越贫穷你就越要布施，因为布施它不是损失，而是你走向富足的起点。以下是6点你要布施的理由，每一句都关乎你的命运与未来，你一定要听下去。第一，布施是最快的改命工具。你今天的贫穷真的不是偶然，是过去的果。过去也许你就是那一种习惯索取，缺少给予，于是你匮乏的种子就埋下了，你今天才会面临这些困境。那你想要改变命运，你唯一的方法就是改变你的种子，去种下布施的因，来收获丰盛的果。想象一下，如果你一个月只有5000块钱，哪怕3000块钱，你愿意拿个10块钱去帮助人，这种善念你化成一股强大的正能量，真正的能够改变你的磁场，你财运的磁场就变了。布施是在向宇宙宣告，我足够丰盛，我愿意分享。你的心态改变了，你的福报自然回流，困境一定会被打破。袁了凡被算命先生断定一生贫穷无子，但他听从了云谷禅师的教诲，坚持行善布施，最终事业有成，且育有贤子。他用布施改写了自己的人生命运。第二，布施是打破穷人思维的终极武器。其实真正可怕的不是没有钱，而是我没有我就不能付出，我没有，所以你必须给我的这种穷人思维。你这种心态会让你更加封闭焦虑，自我设限，形成了一种越穷越自私，越自私就越穷的一种恶性循环。布施其实就是真正的去打破这种心态的锚点，即使你就1块钱，也照常能够布施，哪怕你没有钱，没有关系，因为布施有很多种。布施我们分为3种，有财布施、法布施、无畏布施。财布施大家都懂，那法布施什么？法布施就是你把你学会的，你知道的，哪怕你在公司里面，你把你会的交给新进来的员工，新进的同事，就叫法布施，把你的知识分享给别人。比如你今天看到我的视频，你觉得非常非常有用，这个时候你点一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，你就在做法布施。这个时候你转发给你的朋友，告诉他你也要这样学习，你也在进行法布施，那功德本上就有你这一笔了，你的福报存折就加上一笔了。那无畏布施又是什么呢？就是当你看到别人伤心的时候，你给他一声问候，聆听他的苦处，去帮他解决，你能够安慰别人的情绪，这个时候你就叫无畏布施，这也叫布施。所以不是说你有钱才能够布施，我们做布施就是在宣告我不是匮乏的，我依然可以给予，我给予的可能不是钱，
法布施、财布施、无畏布施都是一样的，不一定是要给钱，一样在功德本上记上一笔。就像我们心理学研究显示，那个愿意分享、乐于助人的人，他往往就更容易受到满足与幸福，而幸福感强的人，他更容易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机会。那么你愿意成为那个被穷人心态所死的人，还是愿意用布施打破自我限制的人？第三，布施其实是帮你在未来种下自己的富贵因。不布施，眼前你看似保住了钱、权，实则你断了你未来的财路跟权路。布施看似好像是自己失去一些东西，实则是埋下了一个富贵的种子。你想象一下，一棵果树，你现在播种浇水，你短期是看不到回报的，但是你会发现1年以后、几个月以后，你会发现它蹭长大了以后，硕果累累。如果你不布施，就是你不去种下这个种子的话，你这个树根本就不会存在，那你谈何丰盛呢？第三，布施是激活富贵能量场的秘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其实有一些人很愿意分享，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，而有些人就越穷越抠门，越活越窘迫。其实这不是偶然，穷人就想着我会这一点，干嘛要让他知道？当他知道的时候，那不是赚跟我一样钱。你法布施不舍的，看到人家好的时候，他心里就特别的嫉妒，看到人家不开心也是，你也是心想活该，你连无畏布施都不做，那就根本不用说财布施了。你越来越窘迫，你过得越来越难。其实真的不是偶然，是因为布施是一种能量的循环，你越付出，你会越吸引善因、善果，它能形成一个富贵能量的场。你越自私了，越堵塞了，你的机会、人脉、福报通通都会流失。心理法则告诉我们，你给予的越多，宇宙回馈你的就越多。其实布施就正是打开你的丰盛之门。第四，布施是最直接的感恩与福报的积累。你说你是感恩的人，比如我看到他伤心了，我不愿意安慰他，看到他好了，我嫉妒他，我会的东西我不想教他，免得他跟我一样好。我有钱那更不用说了，那你哪来的福报积累？你还记得你人生中的那些恩情吗？你父母的养育，你老师的教诲，朋友的帮助，贫穷时布施，其实是对这份恩情的回应，更是对生命本身的感恩。你现在是有衣可穿，有饭可吃，已经比很多人幸福了。如果你连基本的布施你都不舍得付出，那怎么样去承担更大的财富呢？感恩的心态会让你成为一个充满能量的人，从而吸引更多的福报。第六，布施不是为了别人，其实真的是为了你自己。你从来不是施舍，而是一种灵魂的修行。贫穷中的布施是在挑战你对小我的执念，
你能够超越眼前的匮乏，你能够真真正正地相信付出本身就是一种富足。你越穷一定要越布施，在你越穷的时候你布施，在你最没有的时候你付出那么一点点，你的功德本上比你有的时候付出再多，功德本上是不一样的，你会超越你有的时候的功德本上的积累。它是一场自我超越的考验，它证明了你拥有超越物质的力量，拥有真正的内在富足。为什么说你越聪明越要布施？因为布施是你通往富足的捷径，是打破匮乏心态的武器，是为你自己未来幸福种下种子的时刻。布施它不是损失，是你改命的工具。它不是花钱，它在为你未来积累福报。它不是给别人，它是给你自己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哪怕你一句善言，哪怕你一个微笑，哪怕你一个转发，一个点赞，哪怕你只付出1块钱，也要去布施。你会发现你的生活真的开始不一样了。布施不仅是给予他人的帮助，也是为自己培养福报。有人说接受布施会损耗自己的福报，这是狭隘的观点。布施是一种双向的善行，不仅回馈他人，也回馈于自己。01布施于人，福德无量。布施即以福利施于人也，使他人得到利益。财物布施能使众生的物质生活改善，佛法布施能使众生的精神生活充足，无畏布施能使众生免于恐惧，择善而从，勇猛直前。布施不仅能利益他人，也能使自身获得极大利益。一方面，布施能帮助我们破除牵令。凡夫贪着财富，面对需要帮助的人，往往因牵令而不愿施舍，哪怕是平日几乎用不着的物品，一旦要送出去，又觉得它重要起来。而布施正是对治牵令的有效方法。另一方面，布施还能广种福田，改变贫穷之因。有些人目光短浅，以为布施一点，自己就失去一点。殊不知，布施就像农民播种，每一粒种子都会带来丰厚的回报。02接受布施，随喜发心。接受别人的布施，是否会损耗自己的福报，主要还是取决于心态，也就是发心。接受他人的布施，对布施的人来说，你就是他布施的对象，是在成就他人的培福之发心。在你需要得到帮助时，不以贪求之心，发慈悲心，乐于接受他人所给予的帮助。这样不但自己得到了需求的帮助，从对方的角度来看，他也做了相应的善事，不仅自己积累了福报，彼此之间也成就一段施与受的善缘。自己得到帮助的同时，也将这份发心根植于内心，将来以同样的发心帮助他人，回馈社会。这样的接受布施，就变成了互相成就的布施。如果因为担心，
不敢接受他人的布施，对方没有布施的对象，就无法圆满成就福田，对于他人来说也是种缺憾，无法成就发心。03施与受同为布施。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这样的示现：无尽意菩萨有意供养观世音菩萨，观世音菩萨不肯接受供养，后来佛陀相劝观世音菩萨，既然想慈悯众生，那接受供养也同样是慈悯众生。因此观世音菩萨为悯诸众生而接受供养，并将供养分作2分，一分奉释迦牟尼佛，一分奉多宝佛塔。所以我们用慈悲心接受他人的布施，并将这份布施和发心转化出去，以帮助更多的人，同样是在增长他人的福报。这份发心也是在增长自己的福报，何乐而不为呢？每个人都有很艰难的时候，但困难只是暂时的。如果我们暂时缺乏布施的能力，那就去接纳他人的布施之心，以感恩的心态去开启我们自身的布施之心，这样才能真正利益社会，从而去帮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凡是良善者，无不希望给别人一些帮助，给别人一点施舍，但是布施也有原则，不能随便施舍，否则会产生反效果，或是增加别人的困扰，或是引起他人的反感。布施的层次，在增益阿含经里即说，不可以对无法升起信仰的人布施佛法，因为会引起他的嗔恨之心，犹如一个人患有痈疮，还没有痊愈，又拿刀子去刺伤，会使他更痛不可忍。所以布施是有层次的。第一，施舍真理是上等布施。佛教认为上等的布施是给予心灵启发的法施，这是人生最为欠缺的。因为一个人即使有再多的钱财，再高的地位，不能明理，不能安心自在，也是贫穷。真理是每一个人都需要的，假如能把真理布施给人，把知识技术传授给人，则不仅能改善人们的生活，还能开发人们的智慧，以此利益更多的人，这就是上等的布施。第二，急公好义是中等布施。当我们看到社会上诸多的不公平，应该勇敢地伸张正义。看到国家的公益团体，若是团体生存困难，也应该给予赞助，助其发展，以发挥社会急公好义的精神，这是中等的布施。第三，济贫救穷是下等布施。有一句话说，救急不救穷，对于一时的急难救济，犹如雪中送炭，会让急难困苦的人获得转圜的生机，是莫大的慈善因缘。但是对于恒长的穷困，有时候是救济不了的，因为这种治标的慈善工作并不究竟。第四，施不甘愿是劣等布施。有的人出钱赞助公益，但是布施之后心里很苦恼，
很懊悔，或是在别人强迫之下捐款，让他感到心不甘情不愿，犹如剥去身上的血肉骨髓那样的痛苦。这种不是发自内心欢喜的布施，是为劣等的布施。大家可以衡量一下自己平时的布施是属于哪一种，而布施的功德，佛教主张欲求福报，首先要布施。布施可分为自身用物的才布施，以知识、技术、真理教化他人的法布施，维护正义法理，让人无所畏惧的无畏施。布施的功德就如播种，将一粒种子播于泥土中，经过灌溉施肥，就能结出累累的果实。所谓三宝门中福好修，一闻施舍万闻收不尽，但看梁武帝曾施一粒管山河，就是布施功德的最好证明。有关布施的功德有4点说明。第一，施命能得长寿。长寿是世人共同的愿望，但即使是钱财富可敌国，也无法买到寿命；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天子，也无能让寿命增长。人要如何才能福寿增广呢？佛说十施或五福报经云：施命者，寿命延长而不添伤。施命是指不杀生，进而放生、护生。譬喻经里记载一位小沙弥救蚂蚁，因而得让自己寿命延长的果报。所谓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一个人要得长寿，不但要救济贫困，而且要慈心不杀，有了牺牲护生的因，自然能得长寿的果报。第二，施色能得端正。施色就是布施饮食，让他人吃得很健康，不再面貌憔悴，不施衣华，人见欢喜。我们布施衣服、饮食、医药等日用所需，让他人身强体健，颜容光鲜，不再受饥渴贫病等痛苦，将得暇满端正的果报。第三，施安能得无惧。施安就是让他人获得安稳的生活。例如，对于风餐露宿的人，我布施房舍、卧具，让他不再流浪街头。饥寒交迫你因台风、地震失去家园，我布施居住场地，让你不再愁身危坐。瞻体荼族已因困顿恶事坐起不安，我给予你心灵慰问，让你勿让他人很庄严，不再形体猥琐。法院诸林云：施色者，事事端正，颜色判身心安详，没有恐惧。这种施安的功德，能让自己将来身心安稳，没有畏惧。第四，施力能得胜利。施力就是为人服务，给予他人助力，让他人的工作得以顺利完成。例如，见人事业失败，自动给予鼓励，让他有东山再起的力量；见人踽踽不前，给予关心、慰问，让他不畏孤独，没有恐惧的勇敢向前。所以，施力者
将来必能获得胜利。布施不一定要施钱，有时候为人说一句好话，能为他人带来不可思议的因缘。有时候只是几口饭的布施，却给他人带来生命的重生与希望。有时候一个不经意的微笑，也能给人带来温暖的感受。所以布施的功德是无量的。一个人即使没有钱，也可以给予别人7样东西。一、言施，你可以用微笑与别人相处。二、言施，对别人多说鼓励的话、安慰的话、称赞的话、谦让的话、温柔的话。三、心施，敞开心扉，诚恳待人。四、眼施，以善意的眼光去看别人。五、身施，以行动去帮助别人。六、坐施，乘船坐车时，将自己的座位让给他人。七、房施，将自己空下来的房子提供给别人休息。无论谁，只要有了这7种习惯，好运便会如影随形。佛陀告诉我们，布施有很多种，用真心就可以。比如我们日常生活当中，谋生赚钱养家，其实养家也是布施。如果你是在迷位，觉得自己是做牛做马，赚钱来还家人的债，你就憋了一肚子的怨气，你会生活得很苦。你念头一转，养家是布施，是供养，你是布施这一家人，供养这一家人，你就快乐无边。你不晓得这是布施，不知道那就是供养。你做得好辛苦，你念头一转，心情就起了变化，你就快乐了。这就是觉根迷。迷的时候，确确实实是讨债还债觉悟的时候，不是讨债还债，是在修布施供养。不要以为到寺庙里面去舍一点钱，那才叫布施。在无量布施里面，你只晓得一种，你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你的所作所为统统是布施，是供养。譬如你把家里整理得清洁整齐，让一家人生活得舒舒服服，你是在修内财布施，你是在行菩萨道。你在公司里面尽心尽力的工作，这是对公司的布施，对社会的供养。你能够起这个念头，你就自在了。你非常辛勤的工作，就算升迁轮不到自己，你也就不会难过。为什么？你以智慧、体力、劳力来布施供养，你法喜充满，你非常快乐。何况你修布施供养，眼前如果没有得到好的报酬，后来的果报也是不可思议。时时以一颗感恩的心来布施供养家庭和社会，也是修行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，回复一句修利他之心。当你怀着喜悦的心情给予他人时，你所积累的善业必将带来丰盛的回报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，随缘加入会员。
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功德无量。